欧洲更改义务兵制度，乌证实法军已经抵达乌克兰，艾布拉姆斯要装自动装弹机，布拉德利暴打俄步兵战车，伊拉克购买韩国防空系统，朝鲜发射第二轮生化气球。目前来说呢，欧盟军队的唯一来源就是自愿参军，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合同兵。不过6月1号，西班牙国家报指出，这种好日子可能要到头了，西班牙可能会恢复义务兵制度，而其他欧洲国家呢，最近也在考虑恢复兵役制。难道这是在为下场俄乌做准备吗？不过国家报言论一出，就立刻遭到了西班牙政府的反驳。西班牙国防大臣玛加丽塔·罗弗莱斯否认兵役将回归，但他表示，在欧洲其他地区，这种想法不在少数。比如英国首相苏纳克日前宣布，如果他在7月4号的选举中获胜，就将重新引入国民义务兵役制，年满18岁的年轻人可以选择在1年内每个月的一个周末志愿参加社区行动，或者全职加入武装部队。无独有偶，今年3月，丹麦政府也宣布将批准一项将女性纳入兵役的法律，并且延长兵役期限。根据丹麦宪法第81条和丹麦征兵法第2条，所有18岁以上身体健康的男性都是丹麦征兵的目标。不过每次服役的时间为4到12个月。不过来自格陵兰岛和法罗群岛的男子不需要应征入伍。每年丹麦的国防日，无论健康状态，所有成年男性都将去军队参加抽签。不过如果身体有碍，可以选择不入伍，而身体健康的男性则有机会被强制入伍，这就要看丹麦军队准备征多少兵了，一般在8000到3万人。不过丹麦军队义务兵的占比非常少，以2014年为例，当年丹麦军队中 99% 是合同兵，仅有19人是义务兵。不过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丹麦的征兵人数每年水涨船高，现在已经突破了15000人了。在2027年之后，女性也将被列入征兵的对象。而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瑞斯宣称，他认为2011年暂停征兵是一个错误。他已经开始走访多个国家，探索兵役模式，特别是2017年建立的瑞典兵役制度。该制度基于选拔性程序，不会按年龄自动征召所有符合资格的年轻人，而是使用一定的标准选出最合适的人。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表示，欧洲需要更多的军队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民众必须改变思想方式，维护自由、安全和繁荣不是免费的。该委员会防务专家拉斐尔洛斯表示，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裁减军队，当时他们认为随着苏联解体，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已经消失了。10年之后，德国武装部队的规模只有冷战时期的一半了。如果波罗的海有变，英法德3国合力仍需要数周时间才能将一个装甲旅派遣到该地区。而与之相对的，在俄乌战争开始后，经过数轮动员，俄罗斯目前有132万的现役部队，200多万的预备役部队，仅是现役人数就是英法德军队的2倍还多。在俄罗斯越来越大的今天，提前恢复兵役制度已经是欧洲各国必须考虑的问题了。不过目前来看，想要推进这一项项目呢，非常困难。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65% 的法国人赞成重新恢复兵役制，而德国有 61% 的人支持。英国的情况更差，仅有 28% 的英国人支持1年兵役制度。5月31号，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阿列克谢·贡恰连科宣称，首批法国军事教官正在前往乌克兰。仅2天前，也就是5月27号，法国国防部曾称，派兵进入乌克兰的事宜仍然在商讨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谢尔斯基也曾在5月27号表示，他已经签署了允许法国军事教官进入乌克兰训练设施，并且熟悉其基地设施和人员情况的文件，并且已经通知了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克尔尼。目前呢，法国对于何时公开派兵进入乌克兰以及派多少兵都是比较模糊的。这可能是因为他在今年2月表示，北约应对俄罗斯采取战略模糊政策。和往常一样，莫斯科又拉出了自己的红线，表示向乌克兰提供任何额外军事援助都会导致局势严重升级。而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8号也是直接摊牌了，表示西方军事人员已经在乌克兰活动，并且已经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他们是打着雇佣军幌子的培训人员。
不过知道归知道，但是俄罗斯所声称的严重局势升级，除了自己多了2-3道国际制裁，并没有其他表现。接下来我们把视角转向战场，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愈加精进了。6月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在别尔格罗德州上空陆续击落了1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不过他并没有说到底是多少架。虽然俄罗斯国防部没有说，不过呢，在当日别尔格罗德州科罗昌斯基区一座武器弹药库发生了爆炸，但是俄罗斯媒体称此事和乌克兰无人机无关。而在地面攻势上呢，俄军显然也过得不太好。6月2号，俄军在沃夫昌斯克西南部的斯塔里察东北的田野中略微推进了，不过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乌克兰第42机械化旅发布了视频，他们使用自杀式 FPV 在该地区打击了数十辆俄军坦克。目前俄军的位置和城区之间还有一段没有遮挡的空旷区域，俄军如果选择进攻，那么这段苦难之路依旧不会结束。与此同时，乌军也成功的在沃夫昌斯克中部以及哈尔科夫北部的卢基扬奇发动反击，不过俄军正源源不断地驾驶2轮小摩托增援此地。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该地区乌军和俄军的距离太近了，乌的大规模火力，比如集束弹药火箭弹无法使用，所以目前战线并没有明显变化。除此之外呢，乌克兰第42机械化旅还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显示2辆俄军的 BTR-82 步战车遭遇了一辆乌军 M2 布雷德利的袭击。从视频中可以清晰地看到BTR-82 内10毫米的装甲在 M2 25毫米巨副式链炮面前可谓是不堪一击，仅仅2-3发炮弹，2辆俄军的步战车就先后失去了动力。前面的 BTR 根本不敢反击，直接放了一发烟幕弹就准备跑路，而后面的 BTR 之间呢一动不动，可能是已经成员昏迷了。随后车内的俄军士兵倾巢而出，弃车而逃，纷纷向后方的田野内逃去。值得一提的是一辆 BTR 的标准成员人数是10人，包括3名驾驶员，而这2辆 BTR 跑出来了近30号人，明显是属于超载了，难怪被乌克兰交警拦截了。在顿涅斯克地区，俄军的日子也不好过，乌军在罗兹多利夫卡向俄军发动了激烈的进攻，并且使用无人机清理落单的俄军目标。很明显，即使是防守战，俄罗斯的电子战设备依旧不见踪影，只能用士兵去拦截无人机。同时呢，乌军还是用到海马斯对莱索达尔石膏厂进行了打击，原因是乌军收到了线报，石膏厂内驻扎着俄第200独立摩步旅。有消息称，这次袭击造成了俄军4死7伤，未来这一数据可能会继续扩大。而在恰西夫亚尔，为了推动战线，俄军已经开始动用 TOS-1A 和 TOS-2， 迫使乌军放弃阵地。不过呢，目前战线依旧没有变化。而在阿夫迪夫卡西部，乌军依旧保持着放长线钓大鱼的战术，用土地慢慢消耗着俄军的部队。俄军承受着巨大的伤亡，仅在索洛维耶夫以西仅推进了 1.5 公里。而在西南部，乌军做出了战术调整，放弃了乌曼斯克，转而将优势兵力用在新奥列克桑德里夫卡、索罗维耶夫和索尔基等区域发动反击。可以看出，随着北约军援的抵达，乌克兰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大兵相信，随着 F-16和外籍军团进入乌克兰，俄军现在的进攻势头不会再持续多久了。新艾布拉姆斯来袭。6月1号，美国陆军授予了艾布拉姆斯坦克制造商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一份新合同，开始初步设计其新型坦克变体。预计该坦克将更轻，并具有高科技能力，以此提升其在战斗中的生存能力。军方负责人杰弗里·诺曼准将表示，新型艾布拉姆斯坦克型号为 M1E3， 将和正在开发的 M30 步战车同步装备陆军。诺曼表示，如果 M30 战车和 M1E3 坦克可以同时部署到部队，那么对陆军来说将是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儿。我认为陆军高级领导人将推动我们尽快完成这件事儿，而是否能做到这一点，现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M1E3 的初步设计时间表以及随后的内容正在陆军采购部门内进行审查。与此同时，陆军和通用动力已开始研究他们想要新坦克有哪些功能，并且可以通过新的艾布拉姆斯变体实现。到秋天可能会形成一个更确定的时间表。去年秋天，美国陆军决定放弃艾布拉姆斯坦克的升级计划，转而进行更重大的现代化改造，以提高坦克在战场上的机动性和生存能力。
作为该决定的一部分，陆军终止了其 M1A4 计划。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陆军将会让技术更加成熟。最重要是包括装备自动装弹机、坦克内部的密封性、备用动力装置以及主动保护系统。诺曼表示，在这类型中呢，不同的系统正在竞争，以挑选最好的品种，然后将其集成到原型坦克中。除此之外，为了帮艾布拉姆斯减肥，E3还计划安装无人化炮塔，以进一步减轻重量。不过，诺曼表示，这仅是一个设想，但我们对此雄心勃勃。这次升级还将对包含混合动力系统的升级，以降低油耗并实现理想的静音运行和静音驾驶功能，以增强坦克的隐蔽性，同时还要兼顾机动性能。最后 ，M1E3 还将配备一个集成的主动保护系统。诺曼表示，这是车辆生存能力、外形和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知道，主动保护系统将成为该计划不可或缺的事情之一。目前，莱茵金属和通用动力两家公司之间进行竞争，以建造 XM30 车辆取代布拉德利步兵战车。该竞标将在2027到28年得出结果。伊朗购买韩国防空系统。6月1号，伊拉克强调中东迫切需要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紧急寻求韩国提供8个天宫2防空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价值约25.6亿美元。天宫2以其先进和可靠性而闻名。天宫2由韩国国防发展局开发，由 LIG NEX-1 制造，可针对各种空中威胁，包括飞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提供强大的防御。它的突出特点是其先进的雷达系统，探测范围可达50公里，可以同时监测和跟踪多个目标。此外，天宫2在其拦截导弹中采用了命中杀伤技术，旨在通过动能来消除来袭的威胁。该技术将附带损害的风险降至最低。天宫2最近的销量十分出色，不久之前，它才和沙特阿拉伯签订了32亿美元合同，同时又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签订了35亿美元合同，证明了它的受欢迎程度。再加上伊拉克最近的要求，这些合同让天宫的销售额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就达到了惊人的92亿美元，让天宫2成为了韩国最成功的国防产品，与 K9 火炮系统并驾齐驱。目前呢，韩国正在通过开发专用的中程高超音速导弹拦截系统天宫3和高空远程高超音速导弹拦截系统天宫2来提高其导弹防御能力。天宫2的制造商 LIG NEX-1 也正积极参与马来西亚和罗马尼亚的防空系统采购计划，表明其在全球国防市场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同时，通过天宫的客户，我们也能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沙特阿拉伯一直专注于加强与伊拉克的防务关系，包括提供军事装备和参与和伊拉克的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计划。沙特阿拉伯在伊拉克军事现代化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包括先进的防空系统和装甲车，使其成为了加强伊拉克国防基础设施的关键参与者。而阿联酋和伊拉克的关系也很不错，一直通过各种军事和安全举措来积极支持伊拉克。貌似这3个国家已经在中东结成了一个同盟。据韩联社6月2号援引该国联合参谋本部报道称，朝鲜从1号晚上8点起放飞气球，截至2号上午，军方在首尔和京畿地区截获了600多个气球。韩国多地政府向民众紧急推送应急手机警报，呼吁民众减少外出，并且小心空中漂浮物落下。韩国军方当天表示，气球下方悬挂塑料袋内装有各种排泄物和垃圾。为了以防万一，军方这次也没有采用空中击落的方式来处理，而是采用降落时迅速回收这一安全的方式。韩国统一部5月31号发布政府立场文件，对朝警告称，若朝方继续发起缺乏理性的无谓挑衅，韩方将不会坐视不管，采取朝方承受不起的一切措施。该文件写道，朝鲜的挑衅向全世界暴露了其真面目和所处的境地，是将体制内部乱象和政策失败的责任转嫁给外部的轨迹，朝鲜绝无法如愿以偿。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